吉，这是摄政王府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。你说过，只要看到他，无论天涯海角都会赶来救我。我不要紧，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。大胆贱婢！王爷正陪苏姑娘在寺内祈福，王爷吩咐过，苏姑娘身子弱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王爷，王妃肚子里怀着是死。沈婉英又在闹什么把戏？告诉她，苏姑娘受不得惊吓，让她安分些自己回府。本王没空陪她演戏。没空。原来你的祈福不是为了我和孩子，而是为了他。夫人，您摔得太重，劳求尽力了。但您腹中3个月的胎儿，终究是没能保住啊！萧无极，你口口声声说期盼这个孩子，却为了陪苏涟漪，生生断送了我们骨肉的性命。阿姨，这圆领花是本王最喜爱的图腾。见此玉如见本王，以后在京城，无人敢再欺你分毫。切身定日日贴身佩戴。晕尾图腾，原来你喜欢的从来不是什么晕尾。而是最爱鸢尾花的苏涟漪，甚至连今夜伏击我的刺客都是你的人。萧无极，结婚3年，我替你解寒布，为你生儿育女，在你眼里，我竟连苏怜惜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吗？大夫，借笔墨一用。萧无极，这摄政王妃的枷锁，我沈婉英今日彻底挣断。念儿真聪慧，这篇《本草经》读得极好。都是苏姨母教的好，要是苏姨母是念儿的母妃就好了，念儿最喜欢苏姨母了。涟漪，念儿自幼体弱，多亏你调理教导。王爷折煞涟漪了，这都是涟漪分内之事。只是姐姐昨日遇袭，王爷不去看看吗？他那点三脚猫的宅斗伎俩，也就偏偏吓人。启禀王爷，王妃命人送来加急信件。拿过来。既然世子不喜，便扔了吧。可是王爷，这信上全是血。本王说了，扔掉。他若真有本事，就一辈子别回王府。王妃，
王妃可算舍得回来了。老奴还以为您要在外面野够了才归家呢。滚出去！王妃好大的威风，苏姑娘可是吩咐了，王爷不在府上，这府里的规矩不能乱。您收拾包袱可以，但摄政王府的一草一木，您半点都不能带走。连一个下人都敢骑到我头上，萧无忌，这便是你给我的体面？谁给你的胆子动本王妃的东西？本王给的胆子。沈婉燕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害人送血信威胁本王不成，现在又在下人面前撒泼，你王妃的体检都不要了吗？王爷说的对，这等上好的羊脂玉簪乃是王府的宝物，您不配戴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！王爷救命啊！王妃疯了！沈婉燕，你竟敢当着本王的面行凶！看来这摄政王后的位置，你是不想坐了。摄政王妃，谁稀罕这恶心的位子？5年来，我为你治寒毒，为你生子，为你操持王府，换来的却是你和别的女人在寺里恩爱，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骨肉化为血水。你说什么骨肉？你看清楚，这是我休你的文书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死生不复相见。他不过是失去理智，在欲擒故纵，没有本王的庇护，她一个弱女子能去哪儿？不出3日，她定会哭着回来求本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付出了所有的青春与尊严，终究是一场大梦。娘，阿姨好冷。阿姨，云哲，是我来迟了，别怕，师兄带你回家。他出府几个时辰了，可有在门口哭求？回王爷，王妃出了府便不见了踪影。城门守卫说看到一辆挂着琅琊阁暗纹的黑色马车，接走了一个白衣女子。琅琊阁，他竟敢勾搭暗网的人！好，本王倒要看看他能硬骨头到几时。传令下去，全城封锁药铺，任何人不得卖药给他。
阿银，还记得这些吗？这是……不愧是我的传人，阿音，你必将名震天下。你是药王谷最引以为傲的传人，是令天下群雄闻风丧胆的鬼手天一。若非5年前为了嫁给萧无极，你何至于自断羽翼，沦为深宅怨妇？是啊，我为了萧无极放弃了医道，放弃了师门，换来的却是痛失爱子，尊严扫地。大病一场，该醒了。萧无极的王妃已经死了，现在该让天下人重新认识鬼手天一了。师兄说的对，从今往后，我沈婉英不再做任何人的附庸，我要把苏莲逼偷走的、萧无极践踏的，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。过几日便是万国1典盛会，这入场金帖千金难求，我必须拿到手。呀，那不是姐姐吗？姐姐怎么在这儿？离开本王才几日，她竟还学会了乔装打扮，跑来宫门堵本王，果然是欲擒故纵。沈婉音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本王封锁了京城药铺，你走投无路，便跑到宫门来演这出苦肉计。王爷未免太自作多情了。这路这么宽，难道是你摄政王府开的？姐姐，我知道你被休弃，心中怨恨，但王爷今日是特意陪我来领万国1典金帖的。你若实在过不下去，妹妹我可以求王爷在府里给你留间下人房。苏莲衣，偷来的医书用的可还顺手？拿别人的东西炫耀，你也不怕半夜恶鬼敲门？你胡说什么？姐姐，你别这样，若是气坏了身子。姐姐，你为何推我？毒妇！莲衣好心劝你，你竟敢当众行凶！萧无极，你不仅眼瞎，心也是盲的。贼萧无极，纳命来！王爷，莲衣好疼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传令下去，动用太医院所有千年血参和珍稀药材，必须保住苏小姐的玉璧。王爷，不可！
隔壁偏殿的王妃娘娘内腹破裂，大出血，急需老臣吊命。若药材都给了苏姑娘，王妃就真没命了。他作恶多端，受点教训也是活该。先救莲衣。没救了，血流的太多了。谁敢说他没救了？请天一大人开普法度血，我等誓死护卫大小姐。阿姨，你醒了。我没死，该死的就是他们。萧无极，你为了护他，连我最后一丝生机都要夺走。今日起，我沈婉嫣的命是自己给的。你我恩断义绝，我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。好一个沈婉嫣，竟敢写休书羞辱本王！王爷息怒，属下已查遍全城药铺，确实无人敢卖药给王妃。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离了摄政王府，连熬服治伤的药都做不到。传令下去，不必找，等她咽下这口气，自会像条狗一样爬回王府求饶。是。苦命的儿啊！18年了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娘，好孩子，这些年你流落在外，定是吃了无数的苦。那萧无极竟敢如此轻贱我镇南王的掌上明主，本王定要拆了他的摄政王府！妹妹别哭，大哥名下的江南36家钱庄，明日就全过继到你名下。钱算什么？二哥手里的10万玄甲军，以后谁敢瞪你一眼，二哥就踏平他的府邸。爹，娘，大哥、二哥，有你们在，阿英已经不觉得苦了。王爷，阿英身子刚建好，还是先让她休息吧。对，云峥啊，这次多亏你把阿英找回来，传本王令，下月初5办一场跨阴大宴，本王要向全天下宣告，我镇南王府的嫡郡主回家了。怎么回事？户部、兵部的几项要职，这几日竟全被镇南王一系的人顶了。回王爷，镇南王近来动作频频，似乎在有意打压咱们，而且说，镇南王昭告天下，下月要办大宴，迎回失散18年的嫡郡主。京城权贵挤破了头都想求一张名帖。王爷何必烦忧？镇南王虽手握重兵，但若是能借此大宴与其结盟，朝堂危机自然迎刃而解。莲衣说的在理，只是镇南王脾气古怪，未必肯买本王的账。王爷乃是摄政王，亲自登门祝贺，他岂敢不给面子？况且那沈婉因离府多日毫无音讯，定是沦落街头了。若是能在大宴外撞见他如乞丐般的模样，正好让全京城的人看看得罪我的下场。
伤口还疼吗？有师兄在，早就不疼了。只是每当夜深，还会梦见寒渊底那滩刺目的血。我的孩子，终究是没能看这世间一眼。阿银，打开看看。王爷，您看，那不是姐姐吗？她怎么也来这儿了？真是阴魂不散。沈婉音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，知道本王今日要赴宴，竟一路跟到了镇南王府门前。萧无极，你是不是换了失心疯？这路是你家的？姐姐，今日可是镇南王迎回嫡君主的大日子，来往皆是皇亲国戚。你一个被休弃的妇人，又没有名帖，若是冲撞了贵人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还是快些走吧。趁本王还没发火，滚回你的破庙去！没有名帖，我进这道门还从来不需要什么名帖。恭迎郡主回府。郡主，沈婉音，你就是镇南王失散的那个女儿。寒渊谷底，我命人寻回了那滩血土，用古法炼制成了这串灵玉。阿印，让这孩子陪着你吧。不可能，她明明只是个低贱的孤女，怎么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郡主？我不信！诸位王公大臣，莫要被这妖女骗了！老臣敢以性命担保，她绝不是什么镇南王嫡女。她叫沈婉心，10年前流落街头，是老臣好心将她收养在苏府，做个粗使丫头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苏家虽然比不上王府，但也将你养大成人，你怎能为了攀附权贵，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认了呢？原来是苏家的养女啊！竟敢冒充皇亲国戚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！沈婉音，本王原以为你只是善妒，没想到你竟贪慕虚荣到了这般丧心病狂的地步。苏炳，你说我是你苏家的养女？不仅是养女，你在苏府好吃懒做，若不是莲姨心善处处护着你，你早饿死街头了。如今你竟偷了信物，跑来镇南王府招摇撞骗。姐姐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只要你肯向大家坦白，我定会求王爷饶你一命。这手穿橙色极品，绝不能留给他。还给我！姐姐急什么？这等名贵之物，定是你从王府偷来的吧？苏莲姨，别的可以的，唯独这个不行，把它还给我！还给你也可以啊，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承认你是偷窃的贱婢。你别太过分！怎么不愿意？看来这东西也不怎么重要。那是我的孩子，是我可怜的孩子。我跪。骨头再硬又如何？离了本王，他终究只能任人欺凌。只要他今日服了软，本王大发慈悲，尚可留他一个侧妃之位。我跪了，可以把它还给我了吧？哎呀，姐姐磕头的声音太小，妹妹没听清呢。不如你再磕几个。
沈婉音，你宁愿受此奇耻大辱，也要护着这手窗。这是哪个野男人送你的信？萧无极，你别碰他，还给我！既然是见不得光的脏东西，不留也罢。宝宝，娘对不起你，娘没保护好你。不过是一串破手串，你发什么疯？王爷，这贱婢偷窃成性，又不知廉耻，老臣今日便要执行苏家家法，打死这个逆女，以儆效尤。若我不死，定要你们百倍偿还！谁敢动我镇南王的掌上明珠？上大车，死！镇南王，此女乃是苏家养女，是个欺世闹名的骗子，你莫要被她蒙蔽了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老子自己的亲生闺女，老子会认错。阿姨别怕，爹在。爹今日定要将这些欺辱你的畜生剥皮抽筋！真的是镇南王府的嫡女。苏炳，当年我儿遇刺走失，被你苏家捡到，本王原想谢你苏家养育之恩，可你这老狗是怎么做的？苏家逼他5更起踏劈柴烧水，大雪天让他在冰水里为你们换衣。这心如蛇蝎的亲生女儿，更是日日将他当作奴仆使唤，甚至窃取他的医术手稿去博取虚名。这便是你口中的好心收养。林一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的医术都是偷他的？王爷明鉴，我没有，他们血口喷人。血口喷人！来人！你方才逼我女儿下跪，摔了她的玉，今日你便跪在这些碎玉面前，自扇99个耳光，少一个，王今日就踏平你苏家满门！王爷救我！打！药王谷4大长老到！天哪，竟是隐世不出的药王谷4大长老！他们这4位医术通神，连皇上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。4位长老救命啊！镇南王府仗势欺人，污蔑我抄袭医术，我是京城第1才女，求长老为我做主。药王谷一向清高，定是听闻了林一的名声，特来为他撑腰的。有4大长老在，镇南王也不敢造次。什么阿猫阿狗，也配在我药王谷面前狂吠！药王谷4拜见天一大人。
天意，他怎么可能是天意？但我用针灸压制我寒病的，不是你苏莲衣，而是他。萧无极，你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太晚了些？阿爷，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好让你继续吸他的血，去讨好那个头道成性的冒牌货。来人，把萧无极和苏家这群恶心人的东西全都给我轰出去！以后镇南王府与他们狗犬不留。是。王爷，肯定是那些长老们害怕镇南王府，故意陪他们演的一场戏。闭嘴！你这毒妇，到底还瞒了本王多少事？王爷，5年前火场救你的是我。韩侍卫，属下在，给本王彻查，查他沈婉音这5年来在王府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，再给本王去查5年前的火场卷宗，让本王知道当年救我的人不是他。你若是真的连看都不愿再看我一眼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阿姨，大哥常年在江南督办漕运，不知你喜欢什么，便将朱雀大街最繁华的那12间商铺地契，还有这东海的鲛珠，全给你送来了。大哥，那些都是些俗物。妹妹，二哥把南疆进贡的软机甲、削铁如泥的匕首给你挑来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直接捅他。大哥、二哥，我都收下，只要有你们在，阿姨什么都不缺。东西收了，也该让太医请平安脉。郡主这几年气血两亏，加上小产，身子虚透了。更棘手的是，郡主心肺受过不可逆的重创，可是曾吸入过大量烈火浓烟。心肺重创，阿姨，你不是说5年前在摄政王府过得安稳吗？5年前，摄政王府走水，萧无极被困火海。我冲进去救他，替他挡下了一支淬了火毒的暗箭，又被横梁砸中。萧无极，城主，你连命都不要去救他，他竟将苏莲衣认作救命恩人，还将你践踏于此，我这就去宰了他！师兄，不值得，救命之恩连个谢字都换不来的人，不配死在你的剑下。如今我已重获新生，那些旧伤，全当是替过去的沈婉嫣收尸了。即日起，玄狐阁由我琅琊阁接手，这位便是你们的新东家。见过东家。账本送到内堂，我要一一核对。王爷，听闻镇南王府那位郡主近日接手了玄狐阁，如今正在前面的雅间用膳。你心肺不好，这清蒸玉渊鱼最是滋补，多吃些。谢谢师兄。王爷，这是妾身炖了3个时辰的药膳。本王没胃口，以后不必做这些下人干的粗活。5年了，他看本王的眼神永远是小心翼翼、百依其顺，可如今他竟对着别的男人笑得这般刺眼。王爷，
不好了！小世子突然咳喘不止，脸色发紫，连太医都束手无措，快没命了！什么？恢复！念儿，你若是有个3长2短，姨母也不活了。让开！王妃，郡主这手针法简直是出神入化。念儿自幼有咳疾，天生对杏仁等坚果过敏。我在府里时千叮咛万嘱咐，绝不许这些东西沾他的口。他今日到底吃了什么？姐姐，我不知道这糕点里有杏仁粉，我只是想哄念儿开心。哄她开心？全府上下连扫地的粗使丫鬟都知道她的忌讳。你日日标榜自己医术高超，视她如子出，竟会不知道？我看你分明是想害死她！你不要打苏姨母！念儿，他差点害死你。不关苏姨母的事，是我自己偷偷跑去厨房拿的，是我自己要吃的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你凶了父王，你不要我们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这个我10月怀胎舍命生下的儿子，为了维护一个外人，竟学会了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撒谎。沈婉言，念儿都说了是她自己贪嘴，莲姨不知念儿的体质，所谓不知者无罪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不知者无罪，萧无极。以前念儿只要稍微磕碰一下，你都会对我大发雷霆。如今苏莲姨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却能如此宽宏大量。爱与不爱，原来这般归基分明。苏姨母不哭。好，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萧无极，恭喜你，你们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了一家3口。萧念，既然你选了她当母亲，从此你的死活与我镇真王府再无半点瓜葛。不对，他以前哪怕受再大的委屈，也绝不会说出不管念儿这种话。他这次是真的连儿子都不要了。沈婉言，你站住！你非要将事情闹得这么僵吗？你如今虽贵为郡主，但念儿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，你怎能狠心弃她于不顾？狠心？比起王爷在含冤对我见死不救，我这算得了什么？我送你的同心结呢？你为何不带了？同心结？王爷是说那个你随手赏赐却被我当成宝贝珍藏了5年的破结吗？你疯了！只有使用权的东西，我留着又有什么用？从此以后，你我犹如这同心结，恩断义绝。阿姨，云长，放下她，她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自会传太医为她医治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。萧无极，你若再敢上前一步，我不介意让大梁换个摄政王。他早已给了你休书，现在他是我战镇王府的郡主，滚开！
绝不能让王爷的心被沈婉言拉回去。王爷，我的心急犯了，好痛！林一，萧无极，看啊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他。还好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师兄，带我回家。我不要喝这些苦药，我要母妃给我熬的甜甜的药膳，是把母妃找回来。世子，镇南王府回信了。他怎么说？郡主说，她如今是镇南王府的嫡女，不是摄政王府的粗使医女。世子的死活，王爷自可去寻苏姑娘想办法，与她无关。母妃真的不要我了，母妃拿回这是什么？回王爷，这是王妃在府里这5年的借用名册。借用？她堂堂摄政王妃，用自己府里的药材给我治病，竟还要自己掏银子，戴一套首饰，还要被下人催着归还。这都是苏姑娘和陈嬷嬷的意思，说是王妃出身低微，怕她手脚不干净，必须渐渐登基。我一直以为她在王府锦衣玉食，却不知我的下人，我默许的下人，竟将她防贼一般防了5年。我到底都对她做了些什么？郡主，您虽身份尊贵，但这玄狐阁可是治病救人的地方。您一个只会在后宅伺候男人的王妃，能懂什么医理？不如早些回家绣花，免得治死了人，砸了咱们百年老店的招牌。放肆！我不懂医理。这位病患脾胃风寒，你竟给他开大剂量的黄连与石膏，你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？这是以毒攻毒。京郊爆发烈性瘟疫，死伤无数，皇上宣赏天下名医，若能治出解药，赏万金，封御医。郡主既然自称医术高明，不如接了这皇榜。若是治不好，您就趁早把这玄狐阁交还给苏家。阿姨，这瘟疫来势汹汹，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不可鲁莽。有何不敢？2日为期，2日之内我必治出解药。若我做不到，我项上人头奉上；若我做到了，你这苏家的狗就给我滚出玄狐阁！好，大家作证，郡主这是在找死！阿姨，这位紫背天魁，火候可够了？够了。师兄，你研药的手法还是和当年一样稳。师兄，以后等我成了天下第一神医，你就做天下第一的药童，好不好？好，师兄永远陪着你。找到了，这异毒属阴寒，去以至阳之药攻克，但不能伤及脾胃。加上这味引经药，成了。师兄，我成功了，这副驱灵伞定能救下京郊万千百姓。
我的阿音本就是这世上最耀眼的天才，明日的医药大典便让那些蝼蚁开开眼界。听闻苏姑娘这几日闭关苦读，已经研制出了缓解瘟疫的方子。小女不才，却有一张古方，虽不能根治，但能暂缓疫毒蔓延。苏姑娘不愧是女中华佗，有摄政王殿下和苏姑娘在，真乃我大梁之福啊！沈婉音当真接了皇榜，她连医理都不通，简直是胡闹！姐姐怕是知道自己立了军令状圆不了谎，今日都不敢露面了。王爷，还是让涟漪先献上药方吧。镇南王府郡主玄狐阁东家沈婉嫣到。我的驱灵散已成，可解京郊瘟疫。不可能！沈婉嫣，本王听闻你这几日在玄狐阁没日没夜的研药，你何必如此逞强？一道凶险，治死了人可是要杀头的。王爷未免管得太宽了，我既然敢接下皇榜，便有十足的把握。罢了，这几日府里一团糟，陈嬷嬷他们办事不力，这摄政王府的中废之权，还有这宝库的钥匙，本王今日正式交给你。只要你今日收手，乖乖回王府，你还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妃，以后王府上下皆由你做主。摄政王府的管家大权，骨头再硬又如何？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摄政王府的破天富贵。可惜啊，萧无极，你视若珍宝的东西，在我眼里，连路边的石子都不如。你疯了！垃圾还是丢了干净。萧无极，收起你那副施舍的嘴脸，我沈婉嫣的人生不需要你的回头草。接下来，有请玄狐阁东家展示能根治瘟疫的驱灵散药方。怎么是一张白纸？郡主莫不是在消遣皇上和满朝文武？姐姐，医术乃是救人的学问，你若是不懂，也不能拿白纸来糊弄大家呀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真正的药方早已刻在我的脑子里，《回首秘录》卷3有云：易毒者，聚于太阴，散于少阳。欲解此毒，非猛药不能克，当以紫贝天葵3分，寒水12钱为君药，佐以9节葱朴引经入络。这药理推演简直妙绝，阴阳相济，其正相合，这驱灵散真乃神方啊！这还是那个在王府里连看医术都会被嫌弃的沈婉音吗？不可能，她一个养女，怎么可能背得出这种绝世药方？一定是她从哪里偷听来的。好一个阴阳相济，不愧是我药王谷的真传。拜见药王谷主。药王谷主竟真的出关了，
这驱灵散的方子，普天之下唯有深谙鬼手秘录之人方能制出。苏家丫头，你那张残方不过是抄袭了这方子的一点皮毛罢了。来人，玄狐阁掌柜意图毁坏至义神方，罪不容诛，给本王拿下！阿银，本王替你揪出了内贼，这种刁奴，本王定会严惩。多谢王爷越俎代庖，不过我玄狐阁的狗，还轮不到外人来打。沈婉音，你这妖女，害我苏家，我跟你拼了！阿姨小心！找死！狮子怒剑痕，还有这大面积的烈火烧伤。你是谁？别说话，我会救你出去。这伤，当年在火场里救我的人，是他。韩侍卫，本王让你去查苏涟依当年的火场卷宗，查得如何了？回王爷，属下翻遍了当年的记录，发现苏姑娘虽然对外宣称救您时受了烧伤，但她从未在太医院拿过任何治疗烧伤的药膏，而且属下查到，苏姑娘右臂上那块所谓的伤疤，是用一种西域特制的药水画上去的。好一个女中花火，好一个救命恩人，他竟把本王当猴耍了整整5年。薛老前辈，小女苏涟依，久慕药王谷威名，小女在京城素有才女之名，若能拜入前辈门下，定能将药王谷的医术发扬光大。这女人脸皮倒是比城墙还厚。发扬光大？哼！就凭你这些东拼西凑的破烂玩意儿！前辈，这都是小女的心血，不过是偷窃了我徒儿鬼手秘录里的一点皮毛，连药理都弄不明白，也敢在此大言不惭的犬吠！我药王谷就算收一条狗，也绝不收你这种欺世盗名之徒！给我滚！薛老前辈，您口口声声说您的徒儿，敢问您的徒儿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难道比我还强吗？你想见他？好，老夫成全你。沈婉音，怎么是你？你就是药王谷主的徒弟？阿银，你竟然真的是药王谷的传人！你既然有如此通神的医术，为何这5年来在王府，你从来都不肯展露半分？王爷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成婚那日，王爷曾亲口对我说过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摄政王府不需要抛头露面的王夫。这些抛头露面的下贱营生，休要带进王府。你只需做个端茶倒水的王妃，伺候好本王的起居便可。既然王爷只想要一个端茶倒水的废物，
我便如你所愿，藏起了一身医术。怎么，现在王爷反倒来怪我隐瞒了？那是谁家的小娘子？那身云锦真好看，听说是御赐的呢。沈婉嫣，个贱人，也配穿这等云锦！我今日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姐姐，对不住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这云锦可是御赐之物，弄脏了可是大不敬呢。沈婉嫣，今日京中流言四起，说涟漪抄袭你的医术，甚至有狂徒扬言要刺杀他。这辆玄铁马车，本王先征用，送涟漪回府。萧无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是我镇南王府的马车。本王是摄政王，来人，护送苏姑娘上车。你若怕死，便坐后面那辆普通马车回去。萧无极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从我手里抢东西。苏家有令，杀沈婉衣者赏万金。停车！快停车！谁敢动他？阿姨，我来治你。已经查清了，刺客是苏家买通的。萧无疑为了护苏莲儿，强行换走了你的玄铁马车，才让你身陷绝境。阿姨，萧无极的命，我今夜便去替你取来。不用，杀了他太便宜了。他不是最在乎苏涟漪吗？他不是喜欢用王权和金钱摆平一切吗？我今日就要亲手扒下他最后一块遮羞布。走，去万宝楼。把你们万宝楼最贵的红宝人头面，还有那尊玉观音，全都给本姑娘包起来，记在摄政王府的账上。是，苏姑娘真是深得王爷宠爱啊！拿摄政王府的钱买棺材，苏涟漪，你准备好上路了吗？你没死！萧无极，你用我的玄铁马车护着这个买凶杀人的毒妇，今日我便要他付出代价。阿音，金马一事或许有误会，
今日之事，本王愿出1万两黄金平息。你想要万宝楼的什么，本王都买给你。别再咄咄逼人了。1万两黄金，萧无极，你以为有钱有权就能只手遮天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至尊帝妻，万宝楼全体叩见东家。这万宝楼乃是我琅琊阁的产业，而阿音就是琅琊阁的女主人。萧无极，你那1万两黄金留着给他买冥纸吗？来人，在。这狐曹也是我万宝楼出品，他这种心思歹毒的小三，不配穿我万宝楼的衣裳。给我当众扒了他这身御赐狐曹！王爷救我！毁了，全毁了！万宝楼8亿，现在全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，说我是个靠偷钱上位的无耻小三。沈婉音那个贱人，她怎么不去死？哭有什么用？万国医学大典就在眼前，若你在大典上拿不出真本事，咱们苏家100年声誉就彻底完了。我拿什么比？他可是药王谷主的亲传弟子啊！急什么？这是当年沈婉音在咱家柴房住时落下的废弃手藻。我本以为是些鬼画符，近日仔细钻研，竟发现这是一套逆天的针法残卷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只要你在大典上将这套针法演示出来，哪怕只有1半，也足以震惊万国。到时候，谁还敢质疑你女中华佗的身份？沈婉音，这次我定要将你踩进提坛，有事不得翻身。阿音，这补气血的药你必须喝，你身子亏空太大，若是再倒下，大哥二哥非剥了我的皮不可。这药苦得很，有师兄在，怎么会让你吃苦？郡主，摄政王府贴出告示了。刚被万宝楼扒了衣服，王爷转头就为了护苏姑娘，把王妃休了。什么王妃？人家现在是高高在上的镇南王郡主，萧王爷这脸皮也太厚了，明明是人家先给的休书。王爷，这告示一出，苏小姐的面子是保住了，但您和郡主怕是再无转圜的余地了。他镇南王府再势大，本王也要保住涟漪的声誉。去，请他到云水亭一叙，本王要彻底了断此事。这里是黄金1万两，告示本王已经贴了，这笔钱全当是你为王府操劳5年的补偿。拿了钱，去官府签了和离书，万国大典上，你莫要再找涟漪的麻烦。1万两黄金，萧无极，你用1万两黄金来买你这5年的忘恩负义，来买你那个冒牌白月光的颜面。嫌少？要我和离可以，拿你名下在江南的4座城池的商行来换，少1个铜板我都不会签字。4座城池的商行，那几乎是本王1半的私产。沈婉音，你不要狮子大开口。那是你欠我的，不给，
那我们就耗着，看是你摄政王府的名声先烂透，还是苏莲依先被我整死。他以前连向本王讨要1两银子都小心翼翼，如今竟张口就要本王半壁家产，他以为本王会受他胁迫。好，既然你如此贪得无厌，本王给你。签吧，沈婉音，本王倒要看看你拿了这笔烫手的家产，镇南王府能不能护得住你。他肯定只是在虚张声势，或者会借机讨价还价，甚至会痛哭流涕的挽留我。萧无极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无期。就这么干脆的走了，连一丝犹豫和留恋都没有。这还是第一次，我心里面这么恐慌。沈婉言，你今日有多风光，等会跌下来就有多惨。诸位大人，快看看这是什么！莲依，你做什么？王爷，您被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骗了。我刚才捡到她掉落的药瓶，这可是烈性的堕胎华脉之药。沈婉音，你与王爷和离前，便日日与这裴阁主出双入对，暗结珠胎。如今为了掩人耳目，竟服用打胎药，你这等不知廉耻败坏女道的荡妇，有何资格坐在里参加万国大典？天哪，竟有这等丑闻！大梁的君主竟如此奔放。沈婉音，你竟敢给本王戴绿帽子！哼！你！你想干什么？这药瓶可是铁证。你敢打我！毒妇，你敢当着本王的面行凶？肚子里的孽种到底是谁的？萧无极，你问我这孩子是谁的，这孽种是谁的，都可能是你的。你不配。你既然懂药了，不如好好问问，这到底是打胎药，还是流产后救命补血的药？我沈婉嫣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这孩子没了是老天开眼，不让他投生在那肮脏之地。大典正式开始，请各国医者献计。沈婉嫣，你打我又如何？等我展示了绝世针法，我就是大梁的功臣。
诸位大人，小女苏涟依今日要展示一套我苦心孤诣自创的绝世针法——九转还魂针。这针法走向竟能逆转气血，犹如起死回生。天才，果真是绝世天才。一派胡言！第7针与第9针真气逆行，第15针更是致命的死穴，若是用在活人身上，当场毙命。什么自创绝世针法？此乃鬼手天一8年前因为有致命缺点而丢弃的废稿，你竟敢拿出来草菅人命！弃稿？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我父亲从柴房找。不，这就是我自创的。谷主，你莫要被沈婉音蒙骗了。他玄虎阁前几日展出的医案，才是抄袭了天一的手法，我才是被冤枉的。无耻小儿，死到临头还敢反咬一口！玄虎阁没有抄袭，因为他沈婉音就是老夫唯一的亲传弟子，鬼手天一。你说什么？他是鬼手天一？鬼手天一，当年以银针刺血压制我寒度的，真的是他。镇南王府的郡主，竟是名震天下的鬼手天一，难怪能制出驱灵散，原来是天一本尊降临。王爷救我！他们合谋陷害我！苏涟依，10年前我寄居苏家，你偷我医案30余卷据为己有。5年前，你将我千金方残卷献给太医院，博取才女之名。今日，你竟拿我8年前的契稿在此招摇撞骗，你这等偷窃成性、冒名顶替的无耻之徒，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阿叶，你既然是鬼手天一，当年为何不说？萧无极，你眼瞎心盲，只配和这种偷窃的贼人凑一块儿。我以天医令昭告天下，即日起，天下所有医馆药商切断与摄政王府及苏家的一切丹药药材供进。谁若敢私下售卖一株草药给他们，便是与我鬼手天一与药王谷为敌。谨遵天一之令，绝不做苏家这等奸贼的生意。王爷，心急犯了，救我！莲姨要死了。5年了，每次他装病我都会妥协，我究竟被他骗了多少次？苏涟依，你最好祈祷你这心急是假的，否则这天下再无一株药草能救你的命。阿姨，别脏了眼睛，我们走。我到底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说这鬼
鬼手天一也真是命苦啊！可不是嘛！1个月前那场雷雨夜，他遇刺摔落寒渊谷底，那浑身的血啊，把泥水都染红了。3个月的胎儿硬生生没了。听说是求救的想剑都放了，结果摄政王爷在寺里陪苏家那位姑娘，硬是不许人去救，那可是他自己的亲骨肉啊！作孽啊！活生生的人硬是熬干了心血。若不是裴阁主带着黑甲卫古法渡邪，天一大人早就命丧黄泉了。沈婉音又在闹什么把戏？告诉他，苏姑娘受不得惊吓，让她安分些自己回府。本王没空陪她演戏。胎儿坠崖，见死不救，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。3个月的胎儿硬生生没了。听说是求救的想剑都放了，结果摄政王爷在寺里陪苏家那位姑娘，硬是不许人去救，那可是他自己的亲骨肉。小无极，你别碰他，还给我！既然是见不得光的脏东西，不留也罢。停下！沈婉音，今日京中流言四起，说涟漪抄袭你的医术，甚至有狂徒扬言要刺杀他。这辆玄铁马车，本王先征用了。你若怕死，便坐后面那辆普通马车回去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那是骨灰，我不知道还有了身孕。是我亲手摔碎了自己喂出闪獒狗的骨灰，是我换走了他的马车，害他险些坠崖，是我在寒渊对他见死不救。萧无极，你问我这孩子是谁的，这孽种是谁的，都可能是你的。你不配。他说的对，我不配。我亲手将最爱我的妻子逼上了绝路，我杀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才是这个世上最瞎眼、最该死的畜生。王爷，你让属下彻查的事全查清楚了。说，苏姑娘的底细全是假的。属下买通了苏府的贴身嬷嬷，证实苏姑娘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烧伤，没有烧伤。那她常年体弱心绞又是怎么回事？是西域禁药。苏姑娘为了在您面前伪装虚弱，一直暗中服用一种伤及心脉的西域禁药。太医院的记录也被苏院判动了手脚。5年前摄政王府走火。王爷，当年火场之中，那只淬了火毒的十字弩，根本不是射向苏姑娘的。当年真正冲入火海，拼死将王爷救出，替您挡下毒箭的，是自幼精通医理的王妃啊！苏姑娘不过是趁王妃重伤昏迷，冒领了功劳。救命恩人，5年，整整5年，我把一个冒牌货当成稀世珍宝，却把我真正的救命恩人，我的结发妻子，踩在脚底下肆意践踏。小无极，你真该死！王爷，雨太大了，您身子还有伤，快回去吧。
滚！谁都不许过来！宝宝，娘对不起你。宝宝，父王来找你了，父王带你回家。阿音当年在这里，是怀着怎样绝望的心情？我连她一半的痛都及不上啊！摄政王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这名为谢罪大宴，到底是要向谁谢罪？还能有谁？定是向苏家姑娘谢罪呀！你看苏姑娘那得意的样子。王爷定是查清了我是被诬陷的，今日要在全京城权贵面前向我求婚，让我做这摄政王府真正的女主人。镇南王府郡主琅琊阁主到。阿姨，你来了。摄政王好大的排场，既然是谢罪大宴，本郡主倒要看看你今日要唱哪一出。涟漪，你上来。王爷，今日这么多大人在场，您要对涟漪说什么？是，本王今日有份大礼送你。去，在京郊山路埋伏沈婉音的马车，让她摔下悬崖，摔成肉泥。把这绝子药下在王妃汤里，我要她一辈子生不出王爷的孩子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幻想，是沈婉音陷害我。好歹毒的妇人，买凶杀人，谋害皇嗣，这些都是本王让韩侍卫亲自查出的铁证，你还想狡辩到几时？王爷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你忘了吗？5年前在火海里，是我拼了命把你救出来的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你这贱妇！事到如今，你竟还敢提救命之恩！5年前，冲入火海替本王挡下毒箭的人，根本不是他苏连夫，而是本王的妻子沈婉音。他身上根本没有烧伤，全靠服用西域禁药伪装虚弱，欺骗本王整整5年。苏家妇女狼狈为奸，冒名顶替，罪不可恕。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本王曾许诺救命恩人一生荣华，却错把珍珠当榆木。今日，本王便要亲自清算这笔账。来人，将这毒妇的手筋挑断，
废去他行医之能，将苏家满门抄家打入诏狱，秋后问斩。是。我活不成，你们也别想活。今日这谢罪大宴，就是你们的陪葬宴。有刺客，快跑啊！杀！给我把沈婉虚剁成肉酱！保护阿印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！你们疯了吗？我才是你们的主人，是我苏家花重金豢养了你们。重金？凭你区区一个苏家，也配养得起天下最顶尖的死士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些死士都出自暗网，而琅琊阁才是暗网真正的主人？早在1月前，我就用10倍的价钱买下了他们的命。你以为的底牌，不过是我给你挖的坟墓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沈婉音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的脸好痛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拖下去吧，别脏了王府的地。阿印，阿印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5年，是我眼下心盲，辜负了你的深情，更害死了我们的骨肉。我已将苏家碎尸万段为你报仇，这玉陪我修好了。阿印，求你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让我用余生为你赎罪，好不好？阿印，你可原谅我了。萧无极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只要你跪下认错，这世上所有的伤害都能一笔勾销？阿
阿姨，脏了的东西，就算找回来，也还是脏的。你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，剥夺了我的尊严，我沈婉嫣的人生绝不回头。阿姨，我们回家。